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运用 SolidWorks 绘制一个压缩弹簧。那这里呢会有一个地方会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这个压缩弹簧呢是属于参数式绘图。那参数式绘图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先前呢有介绍过参数的螺纹篇是运用参数式绘图呢画出这个螺纹出来。那这里呢，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先前的参数式绘图那一个章节呢，你都很适合来入门进入这一块的。因为等一下呢，我会来讲解一下运用数学关系式来连结所以我们的压缩弹簧的尺寸呢是透过数学关系式连结，所以未来呢你在要更改它的尺寸的时候呢软体都会自动帮你做出来是相当方便的那这里呢，不管你有没有学过数学关系式或是参数的螺纹篇你都非常适合进入这一块的等一下建立 3D 的时候呢，会来讲解一下说怎么去连结它的。那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那一开始呢，我们需要开启一个新的零件那这一次呢，所谓运用到的指令呢大致上是2个第一个是扫出，那再来呢就是螺纹线螺旋线那等一下会来讲解一下怎么去做的。那首先我们在画之前呢必须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数学关系式的建立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进入数学关系式呢我们就从工具打开，里面有一个数学关系式，或是你直接按快捷键进入这个画面。那里面呢，我们就要设定一些整体变数。那这里呢我就大致上示范给大家看。那这边的一些英文的代号呢，你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或是你看得懂的都没有问题那这里呢，我们要给它什么样的参数呢？我们要给它的是弹簧中心的外径以及弹簧的线径还有弹簧的高度以及弹簧的圈数主要是这4种。那我这里呢，我就假设 D1 等于是我弹簧的中心的距离我随便给它一个距离，假设是10。那输入完之后呢，你按一下 Enter 我把它大一点，用20。那这里呢，我假设 D2 呢是我弹簧的线径那线径我就给它2。那再来我给它一个 L 的话，我假设是弹簧的高度，那高度的话我假设给它50。最后呢，我给它一个 W。那这里我假设它是弹簧的圈数，那圈数是多少我就随便给它一个10。那这里在备注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就是一些中文数字那你这样子你就知道说未来你要更改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是什么那我就把它输入进去像这里是线径以及高度，或者是你打长度也没有问题的最后是圈数那这样我们都输入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按确定这样子呢，我们在前置作业都已经做好了。那这里做好之后呢，我们再来进入数学关系式，我们再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些数值呢都已经完成了，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咯那大家先做到这里咯。那在做好数学关系式的设定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弹簧的绘制了。那这里会运用到2个指令是扫出以及螺旋曲线。那这里呢，我们先要建立的是螺旋曲线。那这边呢，我就来一一的讲解怎么样去建立它因为等一下建立出来呢，我们会透过标注尺寸来连接数学关系式的值那我们就先选择上视图那这里呢进入草图之后直接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呢，我们把它标注尺寸标完之后呢等于 D1 记得打上双引号这样才能连接。那这个 D1 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中心的外径那个弹簧中心外径，然后这里刚刚设定是20。你直接按打勾之后呢，会有看到红色的这个标志，表示它已经连接了。连接完之后，我们直接结束草图那结束草图之后呢记得选择这个草图，然后在上方列这里选择曲线，打开之后的螺旋曲线进来之后呢，它这里有这个依据呢可以去选择。那我们如果要绘制的话，我们刚设定的是高度以及圈数，我们就点选这个。那这里呢你可以先大致上输入你的数值假设我的高度先随便选一下假设30跟5。那这里等一下我们会去连接参数所以不用担心那这里呢我就让它70角度是0度那就直接按打勾。确定完之后呢它先建立这样的一个
螺旋线出来。那我这里呢，在螺旋线这里呢，点选2下，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就会有参数。那这里呢，我们把它选举起来，你把它点个2下，然后让它等于双引号的 L。那这里 L 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是高度。那你按打勾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标志又跑出来了。我们再点选2下看一下，有这个标志表示呢，我们已经连接了数学关系式。那这里这个5呢，一样把它点选2下，点完之后让它等于双引号的 W。那一样按打勾。打勾完之后呢，它一样也是连接了这个数学关系式。我点2下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就是这个章节的重点。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连接，那我们按重新计算，基本上它就会连接的我们的数学关系式。那再来呢，就是把地方我们选择右基准面，那这里呢就渐进呢给它画出来。直接画一个圆，画完圆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圆的中心，以这一条螺旋曲线呢做贯穿。贯穿之后呢，一样去标注尺寸。那这里大家还记得它的数值是什么吗？你就想一下你是设定是什么。那这边呢就等于 D2。一样记得打上双引号，按打勾之后呢，它就会连接了数学关系式的数值。完成之后呢，直接结束草图。那这里做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做一个扫出的动作。直接按扫出。那扫出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选择了断面，再来选择了路径，选择这个螺旋线路径。选完之后呢，我们直接按打勾。基本上这个主体的弹簧呢，它就把它做出来了。那这里螺旋线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那这样就看起来就比较干净一点。那当然在前端跟尾端你也可以去把它画一个圈数出来。然后那这边呢，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那这里我选择的是假设是右基准面，那我选择这个边线用参考的，参考完之后呢，我画一条中心线。画完之后呢，我运用旋转，用旋转填料的方式把这里做出来。那这里预设呢，它会做360度的。那这边你可以去设定它。假设我要它小一点，做270度的。那这边你可以去选择方向性。假设我是要做这样子的270度的，那我就直接按打勾。记得合并结果要打勾起来。那这样子呢，就会比较更接近真实的那个压缩弹簧。那像这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上面也是一样，我就快速的把它做一下。好，那像这种方式呢，大致上的压缩弹簧就被做出来。那等一下来示范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改它的尺寸呢？那这边让大家去练习一下，先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来示范一下，当我们拿到的这个档案，我们刚所建立的，假设呢，我要去更改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样从工具进入了数学关系式。那进来之后呢，记得刚刚我们所设定的吗？你可以在备注这边呢备注上去。所以这个地方前端的英文代号呢，不用太在意，只要你看得懂就没有问题了。当然你也不用去记它啦。我比较建议的是说，在最后的备注这边呢，打上中文的叙述说，原来这个是代表是什么，这样就没有问题的。那这里假设我要让它大一点，那这边我就来思考一下。那这里假设我要用30。那我们就直接打进去。那这边的话，线径假设是大一点2.5，那高度一样不变。那圈数我让它少一点，假设是8。那输入完之后呢，我们要更改的地方就是整体变数这里。这里我们所设定的，那其他的呢，它就会连接的这个我们设定的去做更改。其实我们从估计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说，我们这里更改的时候，这边它已经跟着变动了。是相当方便的。那这边呢，我们就让这里呢，按确定一下。你可能会发现说，有时候它可能还没有去做变动，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按一下重新计算。那刚刚我们看到，它已经做了变动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那这里我再进来，我再更改它的圈数。
让它圈数更少一点哦，这样应该会更明显一点。好，那我就直接按确定。好，这样子是不是很明显呢？它直接是连接了这个参数，做出这个线径出来，这个压缩弹簧出来哦。那这边呢，让大家去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哦。哦，那当然这边的话，我们刚刚是用少出去做出这里哦，有时候是没有那么的哦，这边可能搭起来是不太顺畅的。那这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变化的逻辑呢去做的。那这边因为是参数的罗文篇，就不在探讨范围内，未来有机会会来介绍这一块的。好，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这边呢来总结一下参数罗文篇哦。那这边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在意的说是这个螺旋线呢跟这个少数的地方接触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好，那这边的话，如果你特别在意的话，你可能会另外再做一个螺旋线去搭接它，或者是一条曲线，然后再做少出。其实呢，这边也可以运用别的方式，像是变化的逻辑。那我这边呢，就是没有在探讨范围内，我就没有介绍了。那这里呢，未来有机会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关于变化逻辑。那变化逻辑它可以做的呢，像是先前有讲到了中凹型的，或是中凸型的以及说有一些锥形的螺纹曲线或是涡旋线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的。那这不在探讨范围内，我就不再另外多说。那这里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参数的压缩弹簧其实相当方便的。如果你是常常在做弹簧的设计，那特别又是压缩弹簧其实如果是拉伸弹簧，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运用这样的原理呢，去自己制作一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假设你是很常使用压缩弹簧在做设计的，那你可能每一次呢想要做一个新的弹簧设计的时候每一次都要重复这些动作，那其实是相当麻烦的。那假设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个方式呢那这里它的特征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建立过一次之后呢，未来所有的压缩弹簧都可以来套用这个方式那相当方便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可以让它更方便就是让它变成一个零件范本。那零件范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清楚？你如果有兴趣的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零件的范本篇这边可以去建立一个零件范本所以怎么建立呢？我这边也不会再另外多说，我直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好，那这里呢，假设我都已经设定完之后各位看一下数学式也已经弄完了。那这里呢，我就会让它做成一个零件的范本。那零件范本之后，未来我只要在开新档案的时候，在进阶的使用者里面，我们会看到这里我有设定一个压缩弹簧的范本它就有点像开启新零件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帮我做好了。打开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开启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零件范本，所以我就不用再做这些草图、连接参数、特征、少出、旋转等等的，我都不用再做了。每一次只要做弹簧的设计的时候，我只要开启新档，然后呢，打开数学关系式，更改我要的参数，按确定，然后它就会变成我想要的压缩弹簧。那这样是非常的方便啊。那我这边给大家去做个参考。好，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